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森。想象你漂流到一个严酷的荒岛上，这里沙尘密布，日夜温差巨大，潮湿的空气里同时夹带着盐分。更糟糕的是，这里完全没有电。如果只能选择一台机械单眼作为你唯一的相机，你会选择哪一台呢？尼康于1982年所推出的 FM2， 注定是一座绕不开的大山。无论你是业余爱好者还是职业摄影师，这台相机肯定都曾经以某种形式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这台相机之所以成为经典，不是因为它有多罕见或多高级，而是因为它完美诠释了摄影这门技艺的核心，那就是曝光、对焦与构图。FM2 将所有画面的决定权交还给你，每一张照片的成败都是由你亲手负责。在所有人都默默接受相机拿起来就像一块砖块的1972年，Olympus 在首席设计师米谷美久的带领之下，推出了一台彻底改变摄影界的相机 OM1。这台体积小巧、设计精良的机械单眼，对当时的市场造成巨大冲击，彻底打破了专业相机等于笨重的既定印象。OM1 的成功让尼康开始意识到轻便与可靠将是未来的一大趋势，于是他们在1977年推出了自家第一台轻量化的机械单眼尼康 FM。时间来到1982年，那是一个所有消费产品都疯狂转型电子化的年代，相机当然也不例外。当大家都在比谁的功能更自动，谁的操作更快速的时候，尼康却反其道而行，推出了一台几乎不依赖电力的纯机械单眼，也就是本次影片的主角尼康 FM 的后继机型尼康 FM2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在人人追求电子化的时代，尼康却选择做一台看起来退步的升级机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他们知道并不是所有摄影师都需要电子功能，有一群人比起便利更在乎可靠性。当时尼康的旗舰机是 F3， 这是一台具备自动曝光与 LCD 显示的高阶电子相机。但是在面对充满沙石的战场、寒冷的雪山、炙热的荒漠，甚至是太平洋上的某艘军舰里， F3 的电力系统有更高的几率故障，而 FM2 却能在同样的环境中持续坚守岗位。这种绝对的可靠性是 FM2 真正被推崇的核心理由。尼康对于 FM2 的定位非常清楚，就是第二主力机。它不是最高技术力的代表，而是一台摄影师背包里最值得信赖的备用机，甚至是某些紧要关头最后的生命线。如果说 F3 是舞台剧上耀眼夺目的明星，那么 FM2 就是兢兢业业支援全场的工作人员。
车厢玄关公旅客站立，谢谢您的配合。各位旅客你好，因为今天从设计上来看 ，FN2 彻底展现了机械相机的古典美学。中央隆起的五棱镜与左右对称结构，搭配水平腰线与直角切削，整体给人一种稳定、刚正、以实用为导向的印象。机身以铝合金和黄铜两种材料打造，兼顾了轻量化、抗腐蚀与卓越的耐用性。如果使用与保养得宜，丝毫不夸张地说，它几乎能陪伴你一辈子。我手上这台是序号70开头的初代版本，采用铝合金蜂巢式快门帘，最高闪灯同步为200/1秒。后期型号变更为铝合金平板式快门帘，闪灯同步提高到250/1秒。但不少用户仍对初代的钛帘抱有更多的情感投射。后期的铝帘版本在用户口碑与二手市场中都略逊于钛帘版本。FN2 在性能上最突出的一点，就是高达4000/1秒的快门速度。尼控将它塞进了一台不用任何电子元件驱动的小机身里，并且在将近100度的温差下都能正常运作，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快的全机械快门。对于现在已经习惯数位摄影的人来说，重拾 FM2 更像是一种回归原点的仪式。它是一个让你重新思考摄影到底是什么的工具。FM2 在诞生之初并不是为了对抗电子化，而是用它来补足它的另一个面向，为摄影这门技艺保留一个不依赖机器判读的空间。FM2 在摄影、设计、使用哲学与历史背景上，凝聚了超越工具本身的意义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。它的身影出现在无数的影视作品中，经典的造型也被众多后来者所致敬。在将近20年的生产岁月里，累计销量估计超过150万台，足以证明它在市场与文化层面上的成功。尼控 FN2 是一台没有任何花俏功能的相机，但它却以极致的纯粹，长时间存在于摄影文化的核心位置，几乎成为机械单眼的代名词。即使在多年后的二手市场上，仍然维持稳定的需求与价格。如果你暂时厌倦了数位摄影，正在找一台能够让你慢下来，重新体会摄影乐趣的相机，那么这台40年前的机械工具绝对是值得你投入时间来好好感受。而如果你在维持机械手感的前提之下，还是期待能有一点电子的便利性，下一次我会介绍与 FN2 同期带有电子光圈先决的兄弟机尼控 FE2。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所有内容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也别忘记按下订阅键。我是Ethan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